那接下来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就是从创意立项，就是策划到我们最终的执行上面的一些东西，我希望对于大家能有一些启发。然后在讲这个之前呢，我其实很想跟大家先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觉得什么样的作品算得上是好的产品摄影？你不要小看这个问题，其实很多新手他真的未必明白，因为你问他什么样的是好的产品摄影师，先问这个问题，可能很多人讲出来的都是谁谁谁谁谁谁，但是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非常一般的。那你说，那你觉得谁是比较好的？其实小红书上有很多，不止小红书上，国外平台也有很多。那我举一个例子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摄影师叫谭硕，就是有兴趣的朋友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位摄影师。我觉得他拍的东西算得上是更好一些的，或者说在产品策划上面呀，包括拍摄执行上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摄影师。之所以去说这个问题呢，是因为可能很多人对于好的产品摄影的理解就是像这样，对吧？就是我对这种作品的定义就是非常的电商化，非常的套路化，就是你会拍一个，你就可以会拍100个。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没价值，因为我们自己的课程上也会教这些东西，因为对于新人来说，你用它用来去就业还是会有帮助的，但是它不是全部。那这一期呢，我就想跟大家去从创意层面，从产品本身层面去做更细致的一些分析，我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吧。还是回到我之前说的那个问题，大家看这些照片，对吧？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些不错，其实你从用光上面，从质感上面，这些作品确实是不错的，但是他们有点流于表面，而且过于同质化。大家没有发现吗？现在的很多的产品摄影就是好像你把产品摆上去，然后呢给它一个纯色的背景纸，然后给它一个光影或打一个遮光之类的东西，然后再不济的就是你给它垫块石头怎么样，咔嚓一张，它就是一个作品。其实我认为这是不够的，因为你是从拍摄的角度看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如果你站到甲方的角度看，他可能甲方未必去认可你的这些东西。实话实说，因为你把这些东西分享给粉丝看没有问题，但是从甲方的角度来看，他们一定要去看你有没有把他们的卖点用更有艺术化、更有美感的方式去凸显出来。比如说，我认为这些作品，我认为它就非常的高级，而这些作品呢是反面案例。我认为，我不是说它真的不好，只是说相比更优秀的，它就成了反面案例，就有点流于表面，就是你很难把它的真正的好的卖点或给人家一下突出出来。那像这种感觉的作品呢，市场价其实现在大概就是几百块钱一套，就是现在很多做到几百块钱一套的人，他已经可以拍得非常好了，因为这种东西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含量。那如果你想一张照片拍的比别人一套照片拍的都贵呢，那么你就需要在方案上面，你就需要在产品创意上面去更加的下功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以我们这次拍摄的这4款香水为例吧，我去分享一些其中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。当然了，我这里再强调一遍，我不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拍摄就是多么的好，而是说我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吧。这里插播一条广告，想要系统学习提升产品摄影的小伙伴，可以咨询了解一下我们杭州的摄影线下课程，从前期的创意策划到拍摄到后期的调色修图，我们全部都包含，并且提供了大量的视频资料，辅助大家更加系统全面的掌握产品摄影这项技能。外地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这边可以提供免费的住宿。OK， 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先拿苍耳镜花这一套跟大家去分享一下。这是客户给我们提供的一些 brief 其中的一页吧。我在拿到这一个 brief 的时候，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呢，就是从表面开始出发。苍耳镜花，苍耳就是苍山洱海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客户他们主打的是云南风格的这种摄影，他们很想突出云南特色，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，就是他们给我有了指定，就我不能完全按照我自己
习惯性的或者套路性的东西去创作。那么我自己一开始的想法呢，就是苍山洱海，那就是蓝色呀，有蓝色，对不对？色系上面首先是一个蓝色，然后呢有水，当然你可以有山，当然你也可以有云，这就是我大概一开始的一个第一认知。我们当时是跟客户做了一个电话会议，会议中呢，其中一个应该是运营跟我讲，他说他特别喜欢那种云南的扎染，就是能不能把这种扎染的感觉跟水去做一个结合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在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特别击中了我。因为客户是什么？客户他可能没有你懂用光，但是客户一定比你懂产品，因为客户他们每天对标的都是这些大牌，更何况就是做美妆相关的东西，就是人家每天看的也都是这种大品牌，他们对于美的认知一定不在你之下。所以客户只是实现不了，那我就想了一下，扎染和水去结合可能会让这个画面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扎染又能突出客户的一个卖点，他们就想突出云南特色，然后也跟其他的这些产品摄影的创作就拉开了一些不同，这是我的一个想法。所以我当时第一时间呢，大家看我就去买了一些扎染布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我就搜了一下我们本地的，然后一家找到了这个，买了一点扎染，然后这个老板挺好，还送了我一些，对吧？这种边角料，其实恰恰就是这些边角料，大家看一下图，最后出来了这些作品。所以在这里，我首先想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，产品摄影创作，你在掌握了用光的逻辑之后，一定要把你的重心放在创意上面。而创意上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倾听客户。我知道，因为有些摄影师他在拿到了客户的一些需求之后，他就是习惯的自己去埋头苦干去创作，闭门造车。其实不是的，你要敢于跟客户主动沟通、主动交流，然后呢，你让客户去给你分享一些他的想法，就是他的想法，你去把它再转成最终的视觉，我认为一定会对你整个的创作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因为我认为这样的作品它才是有温度的，它才是更加贴近生活感，然后贴近产品本身的。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临沧清晨吧。临沧清晨这个作品，我们是如何完成的这一组的创意呢？他们这一个香水主打的是茶香嘛，所以很自然而然呢，你就会想到了茶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想到茶，但是茶跟它又去做怎样的结合呢？那我当时其实是还专门开车在雨天去了一趟龙井村，因为龙井村是最好的产茶区嘛，对不对？我其实在那里走了一下午，我就去看看这个茶叶到底是什么样子，然后我去感受一下这种茶园，然后我努力的去闻一下味道，虽然我并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，因为这个茶在制作之前没有什么味道的，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对我是有帮助的，就是我不会上来埋头造车，就是找一个绿色的纸呀，或怎么样去马上就去拍。我是在这个的基础上研究临沧清晨，所以他给我提炼出的关键点就是茶还有清晨。然后清晨的这种东西，它可能还有云雾，对不对？包括大家看到我去龙井村那天，全部都是云雾缭绕，所以最后我把这个的创意融入到了我的这张作品里面。大家看到有这种烟雾萦绕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你去做一个东西，千万不要在网上去找一些所谓的套路性的拍摄，那个东西不值钱。就是你即便拍出来了，它也不是一个很值钱的东西。哎呀，我总这么说，好像就一直把自己摆在一个很牛逼的位置，其实不是。我只是说，至少我们这样的拍摄要比他们的那种拍摄要值钱很多，要报价也能高上去很多。因为我们留下来自己做作品集，我自己也挺满意的一套创作吧。然后大家再看这个纳西卢光，这个呢也是一定要跟客户沟通。纳西卢光，你听这个名字就非常有异域风情、少数民族的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我最后提炼出了几个关键词，就是少数民族，然后包括他们少数民族的一些图案，
还有那种木头与火，大概就是这几个关键词，我就会从道具的采购上面，我就会重点的去找一些有少数民族的这种图案啊，比如说像这种，你看这个就是我在网上买了一个，我认为这个就有点云南对吧？少数民族那边的特色吧。那我其实就把它融入到了我的作品中，大家也可以看到。然后就是木头与火，你真的是要把它去创作进来的。所以我在后面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还用到了这个真的火，然后木头还有与它结合的。在这里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很有用的知识点，就是这个火是如何让它大火烧起来的。因为你直接放酒精，它是蓝火，而蓝火你拍是很难拍出来的，必须是这种黄色的、红色的这种火才能拍出来。其实就是你用那种 Zippo 油，撒一点 Zippo 油上去，然后一点，它就是这种大火弥漫的感觉了。然后到了版纳之息这一组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一组的创作，相比其他3组，我其实没有对这一组特别满意。因为就我自己而言，其实它本来可以做得更好，但是因为我们本身创作的成本也有限吧，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说道具的成本特别高，那样客户的压力也很大。所以我们这些道具大家看到了吗？都是在我专门去找了我们家后面一个很大的那种野生的森林里面，我在那里去采了一些。这样呢，首先有一点，我们给客户节省了巨大的成本。但是呢，我认为，你比如说，如果我可以去买更多的真的苔藓啊，真的更漂亮的全部按热带雨林的这种植物去购买，这样可能创作会更好一些吧。